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不同的色彩往往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等国都习惯用蓝色表示友方，用红色表示敌方。而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国家和北约等国的习惯恰恰相反，更倾向于使用红旗这一意象来代表友方单位和优良的传统。例如，红旗勋章就曾是苏俄最高荣誉之一，许多受此荣誉的单位也都以红旗为名。例如，享誉世界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在美国腹地的内华达州，却有这样一支美军部队，他们不但以红旗为名，所在的内利斯空军基地还是每一个美国飞行员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这就是美国空军的第414战斗训练中队。而他们的职责就是管理世界最顶级的空战训练——红旗演习。红旗演习是美国空军每年都会举行的先进战术空战训练演习。一般来说，美国空军每年都会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3到6次红旗演习，每次为期2周。因此，在此处进行的红旗演习也被称为红旗内利斯演习。而在阿拉斯加的艾尔森空军基地举行的，则被称为红旗阿拉斯加演习。红旗演习由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作战中心主办，第57联队的第414战斗训练中队负责具体执行。每年有超过1万架次的各式战斗机从内利斯空军基地起飞进行空战训练，而这里虽然是美国空军的地盘，受训的飞行员也不局限于驻扎在全球各地的美国空军、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北约各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加拿大皇家空军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乃至于全世界的许多国家，例如新加坡和印度等国，都会时不时派出自己最精锐的飞行员来红旗演习中一睹风采，学习最先进的空战技术。红旗演习分为红蓝两方，蓝方是友军部队，由上面说到的美军和各国空军扮演，在这里他们也是受训的一方，而红军也就是假想敌一方，则由美国空军第57联队的第57战术对抗大队组成。该大队下辖2个中队，一个是第64侵略者中队，目前装备 F-16战斗机，另一个第65侵略者中队之前使用的是 F-15战斗机，最近则全面装备了 F-35，用来模拟现代战术环境。如今的红旗演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科目最全面的空军训练项目之一。在详细介绍红旗演习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红旗演习是怎么来的。说起红旗演习的由来，那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的伤心地越南。在越南战争中，美国的空中力量在空中格斗方面吃了大亏，不论是美国空军还是美国海军的战斗机，在越南上空的战绩不说不甚理想，至少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越南战争时期，仅在空战中，美国空军就损失了128架最新锐的 F-4战斗机，交换比从2架米格换1架美军飞机一路跌到了1:1以下。举例来说，1967年底到1968年初的时候，地上的南越军队节节败退，天上的美国空军也不好过。美军损失了18架 F-4，却只换掉了5架米格，放在电子游戏里都算是非常低的杀伤死亡比了。对美国空军来说，10:1的交换比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低于这个数字必然是战术上出了问题，而1:1以下绝对是耻辱性的大败。造成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就是缺乏空中格斗训练。不要说早期型号的 F-4，根本就没有装备空中格斗用的机炮，其他有机炮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空战中的表现也并不理想。那么当时的美国空军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还真没有。在当时，轰炸机主导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是美国空军绝对的主流。柯蒂斯·李梅主导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让美国空军围绕着轰炸机运行。当时的战斗机飞行员训练科目里塞满了对地打击的工作，为前线部队提供精准的战术支援才是战斗机飞行员的重点。至于空战，已经被认为是完全过时的东西。这种思想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大的影响。70年代设计的 F-15、F-16和 F-18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对地打击的能力。1958年，内利斯空军基地的 F-86战斗机年久失修，美国空军战斗机武器学校也关门大吉。这一段时间里，全美国最好的空战学校没有进行过一场空战训练，越南战场的失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9年，美国海军航空兵率先做出反应，成立了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重新开始教授战斗机理论，并进行空战战术的训练。没错，就是阿汤哥电影中的那个空战学校。重新开始空战训练的效果是显著的。到了70年代初，北约的空中攻势加强的时候，安插到各个海军中队的毕业生，极大的强化了全中队的空战技术。海军对米格战机的击杀损失比从2:1迅速飙升至12:1。而美国空军这边也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越南上空的失利。1966年开始，美国空军对越南的空中战斗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红男爵计划。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外号为红男爵的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在一战中，红男爵取得了80场空战胜利，因此成为王牌飞行员的代称。红男爵计划的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美国空军训练的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对抗性空战训练放在战斗机飞行员训练的中心位置。1972年10月，第64战斗机武器中队成立了，这是美国空军的第一个侵略者中队，也是后来的第64侵略者中队。该中队招募了许多经验丰富、功勋卓著的越战老兵飞行员，驾驶诺斯罗普 T-38A 鹰爪教练机模拟苏联战斗机的战术。第二年，第64战斗机武器中队被分散到各个基地里，使用一种空战训练来培训各地的飞行员。虽然这种训练取得了成功，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战术重新走上正轨，但越南战争的教训让五角大楼意识到，美国空军需要更大规模的演习，模拟真实的战场环境。红男爵计划的另一项研究成果，就是根据越南战场的真实数据，统计出如果飞行员在前10次战斗任务中幸存下来，那么他在剩余任务中幸存的概率也将大大增加，而红旗演习正是为此而生的。1975年，红旗演习正式开始，目的就是让美军飞行员在安全的训练环境中执行10次逼真的模拟战斗任务，并获得可评估的战果。研究表明，这会让飞行员在实际战斗中更加自信和高效。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红旗演习的指导原则：在安全的环境中做好准备，在真实的战场中迎接强大的对手。几十年过去，美国空军经历了多次大规模重组，但红旗演习却是雷打不动。根据空军远征军的概念，各军的战斗机和飞行员会被部署到内里斯空军基地，组成演习的蓝军。这要求美国及其盟友的飞行员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紧密配合，利用其不同的能力和武器系统执行特定任务。前面说到，红旗演习是全世界最全面的空战演习之一，进攻性空战、防空压制、战斗搜索和救援、动态瞄准和防御性反空战等都在红旗演习的训练科目中。在对地科目里，这些部队使用各种战术攻击内华达测试和训练场内的目标。这里有模拟的机场、车队、坦克和停放的飞机，各种掩体、防御阵地、导弹发射场等标靶设施，确保飞行员熟悉每一种目标。不过，如果这些目标没有保护，红旗演习也不会成为世界顶尖的空战训练项目。模拟的攻击目标会受到红军的保护，地面上会有模拟的防空设施，而天上则有2个侵略者中队对受训的蓝军飞机进行拦截。这样一来，就可以模拟最真实的战场环境，让飞行员提前适应，增强战斗能力，提高生还率。如果大家对一些飞碟传说有印象的话，对51区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这个大名鼎鼎的51区也在内华达测试和训练场内，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美国空军保密程度最高的基地。许多高度机密的实验和项目，例如 SR-71 黑鸟、F-117夜鹰都在此处进行测试。大家可能会问了，51区和红旗演习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前面提到过，美军第57战术对抗大队负责在演习中扮演敌军飞机的角色，而为了营造最真实的氛围，美军首先从涂装下手，将飞机涂成华约配色。例如，这批 F-16就用了东欧地区常见的3色迷彩，但仅有苏联战斗机的外表还是远远不够的。美军不但仔细研究苏联的空战战术，还通过一些不可告人的渠道，将苏联战斗机打包带回美国研究，而51区正是研究这些飞机的场所。1966年，伊拉克空军飞行员穆尼尔·雷德法驾机叛逃，他的座驾就被转移到51区进行研究。虽然各种资料仍然是机密，但可以确信的是，从7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就一直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苏联的装备和物资，并对其进行评估和测试。获得的数据自然被用在了红旗演习的假想敌战斗中去。